友情提醒：三星折疊機用戶，請在非折疊機用戶陪同下觀看。三星的 Galaxy Z Fold 8終於解決了怎麼把平板塞進口袋的這個問題，卻沒有解決為什麼需要把平板塞進口袋。那這句話呢，就是我看完這個發表會之後的最大的一個感覺了。而且今年的產品線呢，其實真的是有點奇怪的。我罵了很多年的那個 Fold 的內螢幕的那個比例啊，這次的這個 Fold 8呢，終於就改成了4:3了。展開之後呢，就更像一台正常的平板電腦了。可是如果你多花個$200，然後選擇這個 Fold 8 Ultra 的話呢，就是想要更大的螢幕，然後更好的相機系統嘛，還有就是更長的續航。哎，那這個最重要的升級，螢幕比例的升級，怎麼就沒了呢？更奇怪的就是，不管是 Fold 8還是 Fold 8 Ultra 了，跟便宜$600到$800的 S26 Ultra 相比呢，都砍掉了很多旗舰机的配置。Fold 8甚至就沒有獨立的長焦鏡頭嘛，然後 Fold 8 Ultra 那邊的長焦鏡頭也僅僅是一個3倍的長焦，而且呢，這兩款折疊機仍然都不能使用 S Pen， 續航也更短，然後充電也更慢，防塵的能力呢也相對來說就比較弱了。你為了能夠折疊，就需要先放棄一部分配置，交換這個折疊的結構，然後呢還需要付出更高的價格，所以我就把這筆交易啊就叫做折疊稅了。那如果你正在考慮要不要買這個 Fold 8的話呢，甚至要不要考慮今年就是 iPhone 即将推出的那個折疊機嘛，那這期影片呢應該是可以幫到你的，我們就一起來看一下這筆折疊稅到底值不值得交。好，先講一般的那個 Fold 8吧。展開之後呢，它這個內螢幕是7.6寸的，然後螢幕的比例接近了4:3了。那為什麼這次改成這個4:3就很重要呢？它的比例和尺寸啊，其實已經非常接近當年的那個 iPad mini 了，就是有 Home 鍵的那個版本。那整體用起來呢，就更像是一个完整的平板電腦了。如果拿來看一些電子書啊，或者看什麼 PDF 的文件啊，看個影片或者拿來打個遊戲什麼的，那這個比例呢，是比那個舊款的 Fold 的比例呢是更合理的。當然了，4:3的話呢，如果你看16:9或者是21:9的影片的話呢，那可能還是上下都是有黑邊嘛。遊戲的適配呢，可能也並不一定是完美的。但是從螢幕的比例上來看呢，現在呀，真的可以把它當成一台正常比例大小的平板來使用了。但是它的問題呢，其實也是很明顯的，就是外螢幕就只有5.5寸嘛，而且就是因為比例是比較特別的一個比例，手機呢就是也就比較寬，那單手使用呢可能就不是特別的方便了，甚至有些 APP 的那個排版呢就看起來會很奇怪了。再來就是相機這一刀呢砍得也太狠了。你看一個$1900的手機了，然後沒有長焦鏡頭，主鏡頭呢也沒用上三星最強的2億像素。於是呢，三星就說了，哎，沒關係啊，我們不是還有這個 Fold 8 Ultra 嗎？它確實呢就補回了一個相對來說吧更完整一點的相機系統。可是偏偏就把這個 Fold 8的這個最重要的4:3比例的內螢幕呢給拿走了。所以在螢幕比例這件事情上呀，我覺得這個 Ultra 根本就是在開倒車了。接下來我們就來好好的分析一下這個 Fold 8 Ultra， 它到底 Ultra 在哪裡呢？首先就是它這個相機系統了，這個是最明顯的一個了，多了一個3倍的長焦鏡頭，主鏡頭呢也升級成了2億像素。再來就是外螢幕更接近一般手機的比例了，然後尺寸也是更大的，還有就是電池續航稍微長了一點點，機身的厚度呢變得更薄了一點點。然後呢，也就是這樣了。至於這個 S Pen 呢，2款 Fold 現在都是不支援的，防塵的能力呢也同樣就只有 IP48， 都不如那個 S26 Ultra 的 IP68。可是它最大的問題呢也是很明顯的嘛，前面我們也說了，就是為了維持這個外螢幕的比例尺寸更好用，然後內螢幕的比例就非常接近10:9了，就是跟 Fold 7幾乎是一樣的比例，已經快要變成一個正方形的螢幕了。那如果拿來就是說，左右分割多工處理的話呢，這個比例確實是很好用的，就幾乎同時呢，就是把2隻手機並排排列這樣。但是如果你想拿來看一個 PDF 文件的話呢，那螢幕的空間呢就沒有辦法全部利用了。那如果是看影片，那上下這個黑邊呀就變得更厚了。所以我才說呢 ，Fold 8 Ultra 和這個 Fold 8相比啊，在內螢幕的這一點上呀，其實是開了倒車了。那你可能會說，它的外螢幕變得更好就好了呀。可是對於我來說，如果我都已經花了$2000多去買一個折疊機了，那最值得花錢的就是裡面那個更大的螢幕嘛。如果大部分的時間還是把外螢幕當成一般手機去使用的話，那麼為什麼我就不直接入手一個 S26 Ultra 就好了嘛，對吧？
三星這一次推出2種尺寸和比例的折疊機來看的話呢，我個人的解讀呀，就是三星現在到目前為止啊，還是沒有找到就是同時兼顧內螢幕和外螢幕的這個方法，只能呢就是先確保一個，然後讓另外一個螢幕呢來做妥協。那這個 Fold 8很顯然就是外螢幕做出了妥協，然後 Fold 8 Ultra 呢就是這個內螢幕做出了妥協了。可是偏偏這個內螢幕又是折疊機最重要的嘛，然後呢就偏偏給了它一個 Ultra 的名字，讓它聽起來像是一個全面的升级，最後呢其實是一个更昂貴的另一種妥協。前面我們看完了這2款 Fold， 現在呢我們就把這個賬給它算清楚吧。三星在介紹這個 Fold 系列的時候呀，最喜歡就是拿它跟上一代 Fold 相比，一直就告訴你啊這一代 Fold 到底有多厲害。可是呢，這個只能證明它是三星目前最好的一個折疊機，它不能證明的就是它是這個價位上最好的選擇。我知道一定可能就會有人說了，那這個折疊機你不能跟直板手機定位不同嘛，你根本不能放在一起去對比啊。可是對於我們一般的消費者來說吧，就是我手上呢就只有一筆預算嘛，就像你買個車，你不管是轎車、休旅車還有皮卡車，那用途肯定是不一樣的嘛。但是最後呢，還是要把它們放在一起比，因為我只能選一台啊。那手機嘛，其實也是一樣的，只要在價格在同一個區間的話呢，那當然就是可以比的了。S26 Ultra 呢是1300美元 ，Fold 8呢是1900美元，然後 Fold 8 Ultra 是2100美元，中間差了大概就是600到800美元了。那你現在美國官網這邊的定價來算的話呢，這個 iPad mini 的起步價呢剛好就是599美元，然後 S26 Ultra 加上一個 iPad mini 總共大概就是1900美元嘛，和這個 Fold 8的價格呢是一模一樣的。那這時候呢，如果你買的是 S26 Ultra 加上 iPad mini 的話呢，那你拿到的就是三星最完整的一個直板旗艦機，再加上一台獨立的 iPad mini。那這個組合呢，手機有完整的旗艦的規格，然後平板呢也有更大的螢幕，還有自己的獨立的電池，兩台呢是可以同時使用的。一旦其中一台出了問題，你也不用兩台一起去送修嘛。當然，這個 Fold 8它肯定也是有它的優點的，就是如果你真的需要大螢幕的時候，就從口袋裡拿出來，展開就好了，不用再另帶一台平板了。那這個呢是真的是方便了。可是回到我們開場提出的那個問題，你平時出門真的需要帶一台平板出門嗎？那如果不需要，為什麼非得把這個平板然後給它塞進口袋裡面呢？很多人用這個平板呀，就是窩在沙發上面在那邊耍廢，或者呢就是長途旅行的時候吧，然後就提前下載一些什麼電影啊、影集啊，或者下載個遊戲啊什麼的，然後用來打發時間，坐飛機的時候嘛。那這個平板呢，在這種情況下是真的很好用了。可是很多的上班族呀，每天就是上下班通勤，然後到了公司呢，一般都會用這個電腦來辦公。那午休的時候，其實就是刷刷手機也就夠了。對大多數通勤的人來說吧，那這個 S26 Ultra 的6.9寸的螢幕，難道真的還不夠大嗎？那如果我們再把這個價格，還有就是折疊機的這個結構帶來的這個耐用性的風險呢，一起給它考慮進來的話，那我認為啊，就是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吧，我還是建議就是買一支完整規格的直板旗艦機，然後如果有需要的話呢，再另外購買一台平板就好了。那花一樣的錢，兩邊的體驗呢，其實是更完整的。這個也不是只有我這麼想了，根據這個 Counterpoint Research 的數據，2025年的這個折疊機啊，只佔了全球手機出貨量的1.6%。那你看，都做了這麼多年了，三星到現在依然是一個小眾產品。三星現在已經做了8代了嘛，都沒有解決這些問題。那難道換成 Apple 來做折疊機的話，真的就能夠做得更好嗎？彭博社的 Mark Gurman 今天在用過這個 Fold 8之後就說，他要重新的評估一下折疊 iPhone 未來的這個銷量，就算這個價格超過2000美元，也會是一支全雷打。說實話呀，我相信這個折疊機可能真的會賣得很好，畢竟有太多的 iPhone 的用戶一直在等這個 Apple 做出一個不一樣的 iPhone 嘛。可是它賣得好和它值不值得買，這個是完全兩件事啊。Apple 可以讓這個折疊機變得很流行，卻不代表呢就能夠消滅這個折疊稅。根據目前爆料所說的吧，就是很有可能就只有雙鏡頭，然後沒有獨立的長焦鏡頭。Touch ID 呢也會取代那個 Face ID， 甚至呀還有可能拔掉 MagSafe， 還有就是超過2000美元的這個價格了。那如果最後這些東西真的都成真了的話，那 Apple 交出的答案呀，很有可能就是用一部分旗艦的規格，然後去換取這個折疊的結構，和現在三星做的事情呢，其實是一模一樣的。
也就是說呢，這是一個 Apple 版本的折疊稅，只不過 Apple 也許能夠讓更多的人心甘情願的去把這筆稅交出去吧。所以今天的結論其實很簡單的，對於大多數的人來說吧，我認為這個 Fold 8的這筆折疊稅啊，我建議你啊就先不要交了。Apple 如果真的把這個折疊機給它折起來，也不會就自動的讓這筆交易看起來變得更划算。那至於我自己啊，這個折疊 iPhone 我是肯定要買回來做測試的嘛，因為總要有人就是替大家把這筆稅交了，然後才能拿到真實的測試結果嘛。那就等我真正用過之後呀，我們再來回頭看看三星做了8代都解不完的這張考卷，Apple 第一次作答到底能拿幾分？